京城来的贵人落了难，被人打断腿后，又被强逼着娶了我这个面容丑陋的女屠夫。我知晓陆延和并不喜欢我，可他生的实在合我心意，于是我想尽办法替他治好腿，又逼着他上进。后来将军府派人寻回幼子，同来的还有陆延和曾经的心上人。我亲眼瞧着他在面对青梅时满怀喜悦，是我从未见过的真实之态。旁人也说我高攀不上，莫要纠缠，惹人生厌。我死了心。可就在我送完和离书后没多久，素来对我冷面的陆小公子暗中在我的吃食里下了合欢散，边猛翻18式话本边气得眼眶通红，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天杀的，我就知晓你前段时间老是给隔壁那书生送猪肉，定是喜新厌旧了。待我学成，那风吹了就倒的书生能有我强？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陆延和是被我抱着进洞房的，他难得不像先前我看到的那般神情死寂，整个人都如同绷紧的弦一般，愤怒地盯着我，杀猪的，你敢碰我试试？倒像是个要被土匪墙上的良家民女。我听话地点了点头，把人放在床上后，就二话不说地解开他的衣裳。大红的喜服衬得俊俏的小公子面如死灰，可偏偏到了这个时候，陆延和倒是一声不吭了。他死死地咬着唇，脸色惨白一片，又恢复成先前那般要死不活的模样了。我不喜欢，所以故意轻佻地摸着陆延和的锁骨，上头的呼吸一致。我本来是想激怒陆延和，好让他稍微有点生气在，倒是没想到自己先摸上了瘾。斯别说，不愧是京城来的，真真细皮嫩肉。我不自觉地顺着上去，线条漂亮的下颚竟然还要如同玉石一般，带着凉意和湿润。我一惊，瞬间抬眸，漂亮精致的小公子别过脸，眼眶泛红，有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先前拜堂时倒是闹得动静极大，如今哭起来反而是悄无声息的，还怪让人心虚的。我叹了口气，捏着陆延和的下巴，强迫他松开牙齿，别咬了，都见血了。另一只手放到了他唇边，陆延和倒是一点都不客气地抓着我的手咬了上去，但说实话没啥力气，还不如我前些日子敲猪时被猪咬到腿时疼。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装模作样叫几声时，陆延和放开了我的手，声音沙哑，杀猪的，我不会同你成亲的，可我们已经拜过天地，如今正在洞房。我老实回答。可就这一句话，那双漆黑的眸中最后一丝光亮彻底湮灭。陆延和是京城来的贵人，有多贵我不知晓，但我见得那素来在太平县只手遮天的县太爷都对着他恭恭敬敬的，而我是一个女屠夫，还是一个毁了容生得极丑的女屠夫。唯独的几次见面，也是陆延和托了人来买我的猪肉。清贵的小公子看着我的摊子，一脸好奇，一介女子以此为生计，倒是稀奇。随后丢下一大袋银子，购买几十头猪了。我想还回去，可陆延和却皱起眉，语气不悦。我嗅到你身上的药香，家中有人生病，你不需要这银子。我有些讶异，愣神间这人就翻身上马，微微抬起下巴。行了，本公子只是日行一善，我在京城打发给乞丐的，可远比这多了，要不是手头紧。最后一句极为小声，我抓着银子欲言又止，实在没好意思告诉陆延和，他上马的姿势真的挺丑的，但人生的好看啊，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小公子了。按理说我和陆延和本来毫无干系，未来也不会扯上任何干系。直到某天我收摊回家时，被几个黑衣人抓走，屋内檀香之下是掩盖不住的血腥味，而本应被众多随从护着的陆延和此时躺在地上，素来打理的极好的墨发被血泥脏污紧紧贴在苍白的脸侧，他喘着粗气，挣扎着要起身，可只有上半身起来些。我这才注意到陆延和的双腿已经扭曲成诡异的角度，他稍一动作就被人狠狠踩了下去。我下意识想过去扶他，却被人拦了下来，不怀好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人突然大笑了起来，语带嘲讽，这女子面目丑陋，
听说还是个天煞孤星，倒是极配你这个废物。陆延和，快起来看看你娘子啊！我沉下脸，陆延和已经疼到昏厥，而那人为了折辱陆延和，更是直接逼着他娶了我，于是便有了这般荒唐的洞房。杀猪的！我不小心碰到了陆延和腿上还未好的伤口，他疼得脸色煞白，又咬牙切齿，你恩将仇报，带着浓浓鼻音，像是委屈而又愤怒。我没吭声，手上动作也不曾停下。很快，陆延和身上的衣服就被我扒得只剩下里衣，他气到浑身颤抖，小心扯着伤口。我抓住他的手，又俯身做出亲他的动作，却是偏在他耳侧叹气轻声：“你别急，等以后我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陆延和挣扎的动作一顿。我虽然不清楚那人和陆延和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我也能猜到定是陆延和家中出了事故，否则这一看就是被家里人娇养着长大的小公子也不会吃那么多苦。而他这般忍辱负重，也是想寻着机会能够回家。我瞥了眼窗外隐隐人影，摇头。那几个人还没走呢。陆延和不再吭声，好半晌后他才低低开口：“我要怎么做？”他们应当是要确定我们圆房后才会走，我猜测或许是想听到叫声。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可话音刚落，陆延和也不知想到了什么，那张脸顿时轰的一下炸得通红，全身都泛红的那种。你，他瞪着我，声音磕磕绊绊，身为女子，你不知羞。但这模样倒是生动有趣多了。我也只是听说来的。我苦恼地皱眉，我没见过别人欢好，只是临成亲前听那些婶子说，有些厉害的洞房时会闹出很大的声响。相公，你是京城来的，见多识广，你可晓得那声响是怎样的？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陆延和脸上的红意更甚，他一时也没顾及上我的称呼，压低的嗓音也带上了几分怒意。我怎地会知道？我瞬间大惊，那怎么办？这群人就这么不走了？陆延和的脸色沉了下来，面面相觑。陆延和，那你就啊啊的叫。我了然，中气十足，啊啊啊啊啊啊！屋外传来一声东西被踢翻的动静，想来应当是那群人被惊吓到了。而陆延和直接被我叫的脸色又黑沉了几分。他瞪我，我委屈，没听过，不会啊。说完我又啊了几声。你闭嘴！陆延和忍无可忍，他深吸几口气，最后干脆抬起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一抹鲜红一直从脖子蔓延到耳尖。他起唇，低声喘息了起来，偶尔夹杂着一两声暧昧的呢喃。别说，的确比我叫的好听多了。我没忍住，就这么撑在上方看着陆延和，边听边感慨，直到陆延和的手放了下来，露出双湿漉漉又恶狠狠的黑眸，一字一句咬牙切齿：“你跟着我学。”我连忙应了声，然后俯下身在他耳侧边跟着学。偏头时，唇瓣不经意间触碰到陆延和的耳垂，一片滚烫，他身子陡然僵硬，我也一愣，而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那相公要动起来吗？”天地良心，我说这句话更多是想着把戏做全了，好让门外那群人离开。可陆延和却误以为我贼心不死，惊得下意识伸手推我，我一个没防备，狠狠撞在围栏上，发出巨大的闷响。陆延和僵住，眼底快速闪过愧疚和心虚，可他依旧嘴硬地警告我：“杀猪的，我绝不会。”相公急什么？我打断了陆延和的话，扬声装怒：“你腿伤未好，洞房这些事自然是由我来。”下一秒，我坐在了他身上，架子床发出了动静，夹杂几声我刚学来的声响，大概是不小心碰到了陆延和腿上的伤口。他不自觉闷哼，倒是应了景。许是觉得事已成，门口那些人也不眼着了，索性不怀好意地放声讨论了起来。这女屠夫也忒心急了，陆小公子打小就金贵，要是弄疼了，小心陆小公子要了你脑袋。我呸，还叫小公子呢，如今他爹娘都自顾不暇，堂堂陆家人连那女屠夫都不如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陆延和腿废了，
也不知道下面跟着废了没。你听那动静像是没用了吗？想来他应当是能满足那女屠夫的，就是不知能撑多久，哈哈哈！肆意羞辱，便是连我都听不过去了。可陆延和却依旧地配合着我发出声响，面色惨白。长进了，我疑惑，下一秒眼尖地瞥到这人放在一侧的手已紧握成拳，果不其然，掌心一片鲜血淋漓，也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劲。我没吭声，只是等人都走了后，翻出家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点伤药。陆延和安静地盯着床顶看，眼底毫无光亮。我瞥了一眼，然后脱下他的裤子。陆延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两条本应白皙修长的腿此时红肿不堪，长满褥疮。断腿是前几日的事情，可就在这短短几日里，他的伤又严重了许多。一股莫名的怒火在胸膛里燃烧，我不自觉中又放轻了上药的动作，直到陆延和开口，声音沙哑，是我连累了你。这要是几日前，谁都不信高高在上的陆小公子会说出这般话来。我上药的动作没停，等结束了才抬头朝着陆延和笑了下，我其实还挺喜欢你的，要不这样，在送你回去前，我们就先好好过日子，成吗？他这张脸生得实在合我心意，便是光放在身边看着，我也挺高兴的，不然我也不会捡了这麻烦。回去，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陆延和才稍稍有了反应，他扯了扯嘴角，全然失去了先前的生机。他们说的没错，我如今就是个废人。陆延和偏头看我，瞳孔一片灰暗，轻声，便是回去，也不过是在连累其他人。这话不对。我皱眉，有心想要反驳，可陆延和已经闭上了眼，一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模样。想着这几日里，这娇生惯养的小公子的确实受了不少打击，我到底把说教的话咽了下去，盘算着过几日等这人好些了，再同他好好说说。可我不曾料到，陆延和这一封闭却是存了死志。我清早出去卖肉，等傍晚收摊回来时，放在陆延和手旁的食物是一点都不曾动过。于是我只好硬掰开陆延和的嘴，逼着他吃。他被呛得厉害，眼眶通红，也不知道是在气我还是气自己。几日下去，这人就瘦了许多，远没有先前好看。这可不行，我想着同他好好说，可陆延和大多时候都是闭着眼，一声不吭。便是我故意对着他动手动脚，也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我也没恼，只是第二日出门前把屋内的公桶拿了出去。午时回来了一趟，陆延和依旧平躺在床上动也不动，可脸色涨得通红。我只装作不曾看到，回屋拿了东西就打算离开，却在踏出房门的那一刻听到了那人细若蚊呐的声音，杀猪的。声音太小，我动作一顿，又抬脚，这次陆延和的声音倒是大了许多，带着急切，却依旧虚弱。杀猪的，公桶呢？坏了，我头也不回，你要是忍不住就弄床上。陆延和有些愕然，怎能？反正都是我回来收拾。我转过身，认真看着他，左右都是要死的人了，还在乎这点脸面做什么？原本涨红的脸上瞬间惨白一片。陆延和死死抓紧床褥，手背上青筋爆出。我等着他的回复，却没想陆延和干脆一声不吭的努力翻身下床，最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动静极大。我深吸气，眼瞧着这人犟着性子咬着牙打算要爬出去，我直接快步走过去将人抱了起来。放我下来，成亲时花的都是我的银子。我面无表情地打断了陆延和的话，我本来攒着嫁妆想找个如意郎君，你若是死了，那就是连累的我人财两失。陆延和挣扎的动作一顿，想死可以，你先将我那些银子还回来。我抱着陆延和进了茅厕，或者你活着给我一个人。陆延和死死地咬着下唇，他瞪我，我低头看他，半晌后他咬牙放我下来。这几日又不是没见过，我不以为意，但眼瞧着这人一副快要羞晕过去的模样，我想着到底不能一下子逼太急了，索性把人放下来，好了叫我。
陆延和面色通红，可还是叫了我，怒气冲冲，杀猪的，好歹比先前多了口气。我把人抱回了屋，又出去，回来时手上多了件衣裳和一个针纸盒，说我不会针线活，前些年都是托了隔壁林大娘，如今家中多了个人，左右你闲着也没事做，我等会就请大娘来教教你。你让我做这些女子做的活儿？陆延和愕然，语气里满是抗拒。我皱眉，什么女子男子的，我连猪都杀的，你一个想死的人连这点事都做不得。陆延和说不出话，我瞥了眼他腰部以下的位置，又继续，还银子，或者今日我便直接将那夜不曾完成的洞房事成了。先前我想着你受了伤不曾动手，如今你左右都是要寻死的，不如便宜了我。你这脸生得好看，身子骨虽不行，但又不影响那活。说着我就伸手想解了他的衣裳。陆延和气得浑身发抖，紧抓着领口怒吼，我不会寻死，那些银子我也会还你。我怎么知晓你是不是在骗我？手上的动作没停。陆延和这几日吃的不多，我轻轻松松就将他的手扯开，低着头又说，白日里我不在家，说不准你就找了个机会寻死，到时我还要花钱找人做棺材，赔的钱更多。陆延和动作一僵，倒是方便了我扯开衣裳，露出瘦削的胸膛。直到我俯下身时，陆延和才张嘴，嗓音干涩，我会识字，平日里可以抄书，可以帮人代写书信，也可以教村子里的孩童识字来挣钱。我抬头盯着他，陆延和忍着难堪别过头，继续，家里的活我也可以学着做，我不会寻死，我会把欠了你的银子都还给你。你若是不信，我今日便可以开始，你看着。说到后面，这人声音颤抖，隐隐带着哭腔，可眼底却是有着团怒火在烧，不是先前的一潭死水了。行，我点头。还有，大概是想到自己先前的无力挣脱。陆延和深吸气，咬牙切齿，我要吃饭。可以。我眼底闪过一丝笑意，许是真的饿极了，又憋着一肚子气。陆延和这次吃的又急又多，却依旧保持着仪态，不愧是京城来的贵人啊。我没忍住感慨，到底是和我们这些粗人不是一路的。被我盯得久了，陆延和的动作也慢了下来。他瞪我，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可隐藏在黑发下的耳垂越来越红。你好看啊。我老实回答。瞧着这人又要发火了，我又急忙说，我赶着回来，还不曾吃过饭。陆延和一愣，他也不吭声，只下筷的速度越发快了，像是在故意报复。我好笑，起身去拿碗筷，原以为照那速度，饭菜不会剩多少了，可回来时陆延和已经放下了筷子，肉菜还有不少。看什么看？许是注意到我有些讶异的目光，陆延和又生气了起来，你做的太腻了，我吃不惯。可先前我分明注意到这人吃到眼睛都眯了起来。我点头，倒也没拆穿。等到吃完收拾碗筷出去时，我才想起了什么，又回头，我找了木匠做了副轮椅，等到轮椅做好了，你就帮我喂家里的鸡还有猪，家里的活还真不少，总不能一直都麻烦林大娘。陆延和闷闷地嗯了声，可眼底隐隐有一丝光终于亮了起来。衣裳还没缝好，陆延和手上倒是多了不少针眼，难为他一声不吭，只是偶尔和我斗上几句嘴。反倒是林大娘几番来找我，欲言又止，最后委婉，这男子缝衣做活到底有些不妥，要是传了出去，别人会瞧不起你相公的。这有什么？我低头拆着猪肉，不甚在意。您看起先谁瞧得起我杀猪，如今我不照样活得比他们都好，都是为了活着，有什么好瞧不瞧得起的？可这男子都极为好面子，他们都说人活着是为了面子，可我又知道，越没本事的人越好面子，拼了口气活着，说不准哪天就碰上老天爷开了眼呢。我把猪肉递给林大娘时，眼角瞥到门口有一点灰色衣角，是坐着轮椅的陆延和。也是运气好，那木匠处正好有一个老旧的轮椅，我便先借来给陆延和用。这几日他便笨拙地坐着轮椅，在家喂猪喂鸡，最后愈发熟练了起来。
连声响都小了。我是说不过你。林大娘叹气，又忍不住迟疑。不过近来我听村子里有不少人说你这相公名声不好，家那边似乎也犯了什么罪，故而来这边逃难。阿朝，你同他成亲了，可会跟着连累。村子里的人并不知道陆延和的身份，想来又是那群人在肆意诋毁着他。大娘这几日里可觉得我相公就如那些人说的那般不堪。我反问，笑了笑，即便是他家那边真出了什么事，我也跟着一块面对。日子是我自己要过的，总是听旁人说到什么，我啊，只要用心看便是了。是这个理儿。林大娘也跟着笑了起来。我瞧你相公行为举止，应当是个富贵人家出来的，可对着我这糟老婆子却是恭敬有礼，不见一点脾气。前些日子我身子有些不适，连我家那口子都还没发现，你这相公便劝我早些回去歇息。你们都是好的，下次再听到那些话，老婆子我就先替你们骂回去。林大娘年轻时便是个极为泼辣不饶人的，可她人缘好，邻里邻居有个事儿她都尽量帮忙，在村里是能说得上话的人。我眼睛一亮，那我就先谢谢大娘了。阿禄是我相公，他在我眼里自然是千好万好的。话音刚落，门口那角衣裳便匆匆收回，隐约有瓷缸碰到的声响，带着点落荒而逃的意味。什么声音？我面不改色，许是老鼠。而等我回了屋子，那当了回小老鼠的陆延和正低头愣愣地看着手上的衣裳。见我来了，他也只是抬头，目光复杂地看着我，又带着一点发现真相后的了然。我喝水动作一顿，怎么了？陆延和脸眸，语气生硬地开口。我如今还是不会缝衣服。没事，慢慢学就行了，总比我那手艺好。我想先开始抄书。行，我明日就去县城里的书局问问。你对笔墨可有何要求？没有。陆延和顿了下，这次他紧紧地盯着我，像是不肯放过我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又带着些试探。你也看到那些人不会放过我，若是我家那边再出了什么事，他们可能会杀了我，甚至牵连到你。我闻言皱眉，那不如趁着他们现在离开了，我们收拾收拾东西，逃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陆延和瞬间瞳孔骤缩，那张俊俏的小脸上闪过诸如震惊、得意、纠结等等复杂情绪。他小声呢喃，原来你竟这般心悦于我，可我……什么？我一时没听清，问。没什么。也不知陆延和想到了什么，那原本生动起来的眸子又瞬间灰暗了下去，最后只面色僵硬地说了句，我会尽快把那些银子还你的。我本想说不及的，可对上陆延和眼底的疏离和冷淡后，又一时哑然，总觉着有哪里不对了起来。有着林大娘的帮忙，再加上那些人在目的得逞后很快离开，村里人也开始逐渐接受陆延和。他到底是长进了，在反复确认了那些人不会去而又返后，陆延和这才出了一次院子，又偶然间指导了村长孙子写文章。谁都知道村长那孙子的文章中规中矩，难过俯视，可就是陆延和指导他写的这篇文章，竟得了书院里最为严苛的夫子的一句夸赞。村长大喜，对陆延和极为热情，连带着村里人都对陆延和的态度缓和，怪异的目光少了不少。学识好的人在哪都是备受尊敬的。陆延和又开始帮人代写书信和抄书，以此来挣取银两。可做这些的时候，陆延和很少同外人接触。他把挣来的银两还我。你这个月的给多了。没有。陆延和顿了顿，又说，我那日听到了你同林大娘说的那些话，若不是有你帮忙，村子里的人也不会这么快就接受我，多谢。小公子依旧还不习惯同人道谢，声音越来越小，一句话说完耳朵就变得通红。于是我随口说，这有什么好道谢的？你是我相公，我帮你本就是应该的。陆延和抄书的手一僵，墨汁滴落，晕在了原本写好的字上。我探头过去提醒他，好可惜，这张就这么废了。你怎么了？没什么。陆延和有些慌乱地收起纸，眼底的光虫又灰暗了下去，又带着些纠结，最后意味不明，你不必对我如此好，我以后他张了张嘴，
视线落在自己已经残废的腿上，后半句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这段时间以来，陆言和稍稍从那些阴影中走了出来，可以前我见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公子，到底还是沉默了许多，眼底的那片阴霾始终不曾散去。有时候我隐隐觉得，支撑着陆言和活下去的念头，或许就是还了我的银子。等银子还完了，我虽同他成了亲，可两人更像是简单凑在一起生活。我知晓陆言和并不喜欢我，可他生得实在好看，好看的人总是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吗？我突然又想起那日陆言和扔给我一袋银子又翻身上马的场景，虽然动作依旧奇怪，可人好看，做什么也都好看了起来。只是如今这份好看被盖上一层浓雾，我不喜欢。于是我想了想，起身去推着轮椅。你要做什么？陆言和有些慌乱地想抓着桌子。带你去个地方。可今日的抄书还未完成，我还不曾喂鸡。说到底，陆言和还是怕出这个院子的。他怕看到那些人眼底在怪异之后留下的同情，许是认定了自己没有前路。陆言和也不想同院子外的其他人有什么牵扯。若不是我先前逼着他去挣来银子还我，这人是绝技不会出去的。回来再做这些事也不迟。我推着轮椅，没忍住忧愁，心想养了这么久，怎么人还是这般瘦？我带着陆言和去了最村东的茅屋，见了刚回来的陈叔。断了手又断了腿的陈叔骂我没良心，一点都不曾告知就匆匆成婚，让他这个做长辈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好不容易见着一个喜欢的，我不得先抢了过来。我替陈叔收拾着屋子，头也不抬。再说了，您这里现在送给我相公也不迟啊。陈叔骂骂咧咧，最后回屋拿个黑布裹着的东西就扔了过来。宋老头要的，你给送去。我眼睛一亮，当即扯着陆言和要道谢。道谢就不用了。陈叔抬眼看着陆言和，又很快搭下眼皮，你留这小子同我聊聊。陆言和下意识抓住了我的手，却又在反应过来时慌慌张张地松开，满脸通红。一直板着脸的陈叔反倒是笑了起来，行了，就几句话，不打扰你，继续同你娘子恩爱。我也跟着感叹，原来相公你这般离不开我啊。陆言和没了羞，只瞪我。陈叔找他说话，我便在茅屋外等着。没过多久，陆言和就出来了，眼眶隐隐泛红。我推着人回去时一路无言，到底有些不适应，于是我自顾自说了起来。早些年东边打仗，陈叔和他俩儿子都被抓去送上了战场，后来就陈叔一个人回来了，断手断腿，还一身毛病。不过好在还有陈婶子和他女儿照顾着，日子过得艰难了些，但也还是能活下去的。我看到了好多牌位。陆言和开口，声音沙哑，后来呢？后来闹饥荒，山上的山贼下来了。陈叔是个有本事的，他本来都带着妻女都逃出去了，却被一个忘恩负义的村民背叛。那姑娘就当着他爹娘的面被生生侮辱，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的。可好在人留了条命，于是他们又继续逃。他活不下来。是啊，我笑了笑，接着陆言和的话，都快进城了，那疯癫了的姑娘突然清醒了过来，直接一头撞死。陈婶子受不住，当晚也跟着去了。那天陈叔一个人拖着一辆板车进了城，给他妻女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将人埋去。他回来后就和我唠叨，说他姑娘和婆娘就是受不住，怕以后被人戳着脊梁骨说是，可总还有更重要的事啊。他成了废人，被人奚落打压时，他姑娘和婆娘都没嫌弃，要让他好好活着，难不成他还能因为这些事不要了他姑娘去？明明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他们就都能活下来了。所有人都觉得陈叔也活不下去了，可偏偏他就这么活了下来，用尽了手段。陆言和猛地抓住了轮椅扶手，用力到手背上的青筋根根爆出。他似乎极为艰涩地吐出几个字，他想报仇。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推着陆言和进了屋。这世道都不容易，可人活着就能有个盼头，算了，还是先把家里的活都做了。姜潮，陆言和突然叫住了我，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别说，还怪好听的。怎么啦？
于是我看到陆言和第一次朝着我露出灿烂的笑容，虽然眼眶依旧通红，却像是珍宝扫去了阴霾。他说：“陈叔说我爹娘还活着。”下一秒，有根木筷子塞到了我手里，说筷子也不算，那玩意的另一头削得很尖。陆言和似乎有些心虚，他别过头不敢看我，语速飞快：“我不会再犯糊涂了，我得活着去见我爹娘。”本应是极好的消息，可不知为何我心里却隐隐有些发堵。不过这也没什么的。我长吐了口气，又扬了扬手上的黑布袋。那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腿是能恢复的。陆言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他好半晌都不曾回过神来。你说什么？你先前给了诊费？我笑了笑，果然人还得做好事啊。当时陈叔差一点就要死了，是陆言和给的那袋银子让我凑齐了救命的药材。如今这银子又回来救了陆言和。镇子上有个姓宋的大夫，以前当过军医，但性子古怪。陈叔带回来的东西是宋大夫要的，这才让他同意给陆言和看腿。我要是不答应，这屠夫得一天天烦死我。宋大夫板着脸哼了声，我没忍住反驳：“那你也没少吃我送的猪肉啊。”老头子瞪我，最后扭头看着陆言和，他虽配不上你，可那份心意却是真的。陆言和抿着唇，快速看了我一眼后又安静了下来，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的腿能治，需要断腿重接，很疼，且重接后的恢复也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否则功亏一篑。这法子也不一定能成。正巧我也需要准备些东西，你们可以回去好好想想。说完，宋大夫就把我们赶了出去。我瞧着陆言和眼底的光亮又暗淡了不少，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就只是准备了一桌饭菜，要给陆言和补补身子。可这人吃着吃着就突然哭了起来。杀猪的！陆言和低着头，死死咬着唇，压住声音里的颤抖。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啊？我点头，是啊。可陆言和反倒是被我这诚实给噎住。他咬牙，你生的这般丑，除了杀猪又没有其他本事，凭什么喜欢我？我抓了抓头，不知道怎么回答陆言和这个问题。于是我试探询问，那我不喜欢你了？你凭什么不喜欢我？陆言和又恼羞成怒，瞪着我的样子像是恨不得扑上来啃两口。如今这副模样倒是有了几分初见时那般高高在上的生机，左右说话都是错。我不吭声了，可陆言和反倒是安静了下来。杀猪的！他又叫我说我不喜欢你。我知道啊，我心想，我早就知道了。可不知为何，由着陆言和亲自说出来时，我心里还是有些堵得难受，还发酸。可你救了我，我应当报恩。陆言和避开了我的目光，语速也越来越快。我还未同你说过我家中之事吧？于是我便得知了陆言和本是将军府的幼子，上面还有3个姐姐，自小就备受宠爱。他在京城犯了事，就被他爹娘赶到这里来，说要养养性子。可陆言和刚到太平县没多久，将军府就出了事，说是谋逆。那打断我腿又百般折辱我的人是晋王府世子。我先前仗着有将军府在，行事上从不收敛。那人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便设计让他断了条腿。爹娘便是因此想着让我来避一避风头。后来将军府落败，断了腿的就成了陆言和。我原以为他不让我死是想更折磨我。陆言和扯起一抹笑，眼底激动的光越来越明亮。可如今看来，应当是因着爹娘没死，他不敢对我下死手，却又忍不下那口气。那你打算回家了？我问他。那点光芒瞬间一僵。陆言和抬头看我，张了张嘴，最后深吸了口气，你我未行周公之礼，不算真正的夫妻。若是我能回去，你也跟着我一块回去，到时我护着你。可除了护着我以外呢？陆言和低着头，说不出来。也对，他是高高在上的将军府小公子，而我只是一个冒丑的女屠夫，我们本就不合适。于是我笑了笑，好啊，那我就等着了。许是没想到我会应得这么爽快。陆言和一愣，最后闷闷地嗯了声，似乎并没有那么高兴。
陆言和脸上开始长肉了，他也乐意出那院子活动活动。我陪了1-2次后，陆言和就不愿意我一直跟着了。你不要杀猪挣钱了。他瞪我，这只腿的诊费可贵。说好了的，回了京城我护着你，但在此之前都得你护着我的。谁曾想几个月前随手就抛出1袋银子的陆小公子，如今对着1文钱都能斤斤计较。行吧，我托了村里的小孩陪着，却不想隔天就出了事。我赶去时，陆言和跌坐在泥潭里，浑身脏兮兮的。可素来爱干净的他顾不上整理仪容，抓起地上的石头就要往人身上砸去，却被其他人拦了下来。那男人还绝不够，啐了声：我说的不对吗？你那婆娘就是个天煞孤星，哪家好姑娘会以杀猪营生，浑身煞气泛冲，克死了爹娘不够，还要连累村里人。我看我家那猪就是被他克死的，他一婆娘凭什么卖的猪肉比我的多？说不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下流啊！陆言和手上的石块狠狠地砸向了那男人的嘴，他沉着脸，一字一句：你再说，我便杀了你。眼底的杀意毫不遮掩，分明是不良于行之人。可周围所有人却因着这话被害得不敢出声。我倒是第一次见到陆言和这般生气，有些稀奇。其实这些话我自小起就听多了，不过是因着陆言和有学识有本事，村子里的人顾着他，才在明面上少说了许多。如今也不知怎么就被陆言和撞了个正着，轮椅被掀翻在一旁。我默默走过去扶正了轮椅。这人先前还凶得要砍人，如今见我来了，反倒先委屈上了，又有些着急。江潮，你莫要听那些人胡说。我点头，抱着陆言和坐上轮椅，眼角瞥到他袖口处还破了一个口子，嘶了声，又心疼，好大的口子，我可不会缝。话音刚落，陆言和瞬间收起了浑身戾气，脸色黑沉，近乎咬牙切齿。这话说的倒像是你有给家里的衣裳缝过一块布。我嘿嘿一笑，别说，陆言和这手还挺巧的。一开始我也只是想着给他找些事做，没想到陆言和倒是寻得了妙处。破了口的地方他又添了竹子上去，很是好看。陆言和冷哼，可手却极为熟络地想来扯我的袖子。记着那日他说的话，我想了想后不动声色地避开，又打断他：家里的猪快要生崽子了，你不是一直想看吗？我接你回去。除了缝衣外，陆言和又对养猪起了几分兴趣。果不其然，他立马被吸引了注意力，催着要回去。只临走前，陆言和又突然看向了先前那个男人，瞳孔黝黑，偏脸上的笑容瞧着无害又温和。你骂阿朝，可我瞧着你倒像是那个天生孤寡命薄之人，煞气上身。你猜你回去后还能留下几头猪？那人身子一颤，生生被吓得摔进了刚施好肥的田泥地里，一身臭味。陆言和垂眸，我们走吧。分明是报复了回去，这人脸上却不见一点喜色。我有心想让陆言和不要记着这些话，左右说了也不会让我少一块肉。可陆言和却像是猜到了我要说什么，生生把我那些话都瞪了回去。你不在意，可我听着难受。他怒气冲冲地说，却在注意到我有些诧异的目光时，他猛地反应过来，脸上一红，急忙解释：你莫要误会，如今在外人眼中我们是夫妻，夫妻本就是一体的，他们辱你便是在辱我，更何况你也不是他们口中的那般，若不是你，我早就没了命。我哦了声，先前那点隐秘的欢喜又瞬间蔫了下去，然后点头，我知晓了，以后我也不会让他们继续这般说下去了，不会牵连到你的。陆言和皱眉，脸上的表情却是愈发难看了起来，却又不知想到了什么。他抿着唇问，你先前说这世道都不容易，你以前遇到过什么？我一愣，你莫要多想。陆言和深吸气，别过头不看我，我不是对你感兴趣，我就是把我的事也同你讲了，可我对你一无所知，这不公平。我点了点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幼年爹娘早死，后来被送到了大伯家，
灾荒来时曾被当作两脚羊卖出去，好在被人救了，又进城成了个乞儿。再后来便是跟着陈叔回了村，当了一个杀猪的女屠夫。那你脸上的伤呢？陆延和突然问。就我恩人家公子时替他挡了一刀。我笑了笑，又盯着陆延和看。那小公子当时哭着让我别死，说等以后他会来娶我。不过真要等他来了，我这般丑陋也定是招人厌的。你不丑。陆延和拧眉打断了我的话，神态极为认真。那疤是能驱了的，你等我，我必定给你找来最好的药。若是那人敢嫌弃你，我打断了他的腿，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最后一句话隐隐带着些戾气。我嘶了声，心想将军和将军夫人把他送来是正确的，这动不动就断人腿的性子的确是得好好改改。见我不吭声，误以为我是在难过的陆延和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略显笨拙地安慰我，同我说他以前在京城见到的新鲜玩意儿，又同我说他之后的打算。直到回了家，亲眼见着本来难产的猪在我的帮助下生下了崽子。陆延和又突然开口，江潮，明日我们就去见宋大夫吧。宋大夫也是第一次帮人断腿重接，这里地偏，也没有上好的药材，若是失败了，陆延和可能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知他一直在害怕，所以从未催过。怎地突然说这话了？我还捧着猪崽子，有些茫然地仰头看着他。没什么。陆延和有些嫌弃地拿着帕子给我擦着脸上污血，却又突然笑了起来。我总得向那些人证明，你从来都不是什么克服命薄之人。阿朝是能带来好运的好阿朝啊。陆延和的腿接成功了。宋大夫说，接下来好生养着，得忍着痛下来多走走。于是我立马再去木匠那打了一副拐杖。你小子倒是走了好运，遇到这般好的娘子。宋大夫摸着胡子咂舌。陆延和嗯了声，似是不经意的开口，我就说阿朝是个福气旺人的。可说这话时，眼底一片亮晶晶，隐隐自豪。我当时在忙手上的活儿，也不曾留意。倒是宋大夫一了声，摸着胡子笑眯眯，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去。当陆延和撑着拐杖站起来时，我抬头看他一阵恍惚，真是好久不曾这样看他了。我就知晓我比你高了许多。陆延和喜滋滋地低头看我，但很快就拧眉嘀咕，但你力气怎地那般大，直接把我抱了起来都不带累的。我摸了摸鼻子，心想他可没比我养的那几头猪沉，但这话不好说出来。陆延和要是知道我拿他和猪一块比，定又是要生气的。小猪崽子也乐得在陆延和脚边一阵绕圈。陆延和很喜欢这头在一群猪里生得格外眉清目秀的崽子，还特地给他取了个名字。二妞走，爹带你在这村子里转转。陆延和轻踹了下小猪，主动朝外走去。我急忙跟上。一路上不少人在看到陆延和时一怔，转而是恭喜。也没什么，陆延和轻描淡写，不过是沾了阿朝的福气。听闻这话的人看向我时，又是目光复杂。只走到一半，突然有个人拿着砍刀冲了出来，我下意识把陆延和挡在身后，又狠狠踹开那人，目光瞬间冷了下来。刘二麻子，你这是想杀人？刘二麻子便是那日当着陆延和的面辱骂我的男人。和前段时间不同，如今他脸颊凹陷，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我和陆延和，声嘶力竭，是你们弄死了我养的那些猪，是不是？都是你们害的。你的猪死了，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陆延和扯了扯我的袖子，又看向刘二麻子，意味深长，我也是学过一些本事的。先前我便说过，阿朝不是天煞孤星，反倒是你，可就不好说了。这话一出来，原本因着刘二麻子死了猪儿想去安慰他的村民立马纷纷避开，而匆匆赶来的村长也立马叫人把刘二麻子捆了起来，语带怒意，分明是你听信贼人的话，昧着良心在猪食里下了药，想让猪多长些肉，还怪怨上别人了。说完，村长就朝着我和陆延和歉意地笑了笑，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他当着众人的面想杀了我和阿朝。陆延和垂眸，神色不明。于是村长脸上笑容一僵，咬了咬牙，就让人捆着刘二麻子去见官府。是我这腿不行，
不能亲自过去，还得麻烦村长了。陆延和叹着气，我直觉有哪里不对，可抬头看向陆延和时，他依旧是那副无辜的模样。直到回了家，陆延和突然叫住我：“你等等！”也不知他从哪掏出来一个布包，又扔给了我。面色通红，支支吾吾。我跟着林大娘练了练手，你回屋试试。我讶异的睁圆眼，你给我做了衣裳？我只是给自己做的时候顺手给你做一件罢了，并非特地给你做的。陆延和逐渐理直气壮了起来，又一脸嫌弃。还有，哪家姑娘总是穿着灰扑扑的衣裳啊？我沉默了下，然后异常诚恳：你怎知道我的尺寸？陆延和抬手摸着二妞的手顿时僵硬，而后我眼睁睁地瞧着只一秒，他那脸就噌的一下全烧了起来，一抹鲜红径直从耳尖往下，是透过衣领都能瞧着到的红，全身都红了啊！我感慨，刚想出声说些什么，却被陆延和闭着眼近乎咬牙切齿地打断：你还要不要试了？你若是不要，我就去扔了。布包里还有一根好看的簪子，衣裳很合身，这导致我看向陆延和的目光更加诡异了。所以他到底是如何知晓我尺寸的？陆延和不肯说，咬死了是林大娘告诉他的，可大娘已经许多年都不曾给我做过衣裳了。我心里盘算着总得找个机会套出话来，却在迷迷糊糊中又听到陆延和叫我江潮。怎么啦？这次他沉默的时间有些长，长到我快熬不住睡去时，一句极轻的话响起，又似乎响彻在我耳畔：生辰快乐。我一怔，下意识偏头看向陆延和，可他已经闭上眼，侧躺着背对着我，唯有露出的那耳垂红得快要滴血。近来找陆延和的人越来越多，陈叔说这都是将军府的旧部。阿潮啊！陈叔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定是要回去的。”我没吭声，只心里还是有些难受的。陈叔又说：“这都是陆将军安排好了的。太平县这边多是陆将军认识的，或者是被他曾经救下的人。陆延和来这儿性命是无虞的，只谁也没想到那晋王世子竟对陆延和这般恨之入骨。几乎是将军府出事的消息刚一出来，他便对陆延和直接动了手。但此事有蹊跷，陈叔没多说，我也没继续问下去。隔壁那间屋子换了个人住，说是外来的书生借住一段时间，可我曾在我家院子里见过他，当时陆延和对他的态度极为尊敬，或许是什么极为重要的大人物。这么猜测，我又多塞了几块猪肉进去。陆延和是要回京的，他脾气差又娇气，总得找个人能多照顾他一些。我心里算着，没注意到刚进门的陆延和脸色黑沉到仿佛要滴下墨汁来。你又要给隔壁那书生送猪肉去？他突然开口问。我没多想就点头，是啊，他前些日子不是受了风寒吗？我瞧着他身子骨弱，定是要多补补的。希望那书生能看在这段时间我对他多有照顾的份上，在回京的路上对陆延和那臭脾气多有包容吧。我叹了口气，可下一秒手上的猪肉就被夺了过去。陆延和瞪我，他给你银子了吗？我诧异，是我要送他的，怎好问他要银子呢？陆延和气得顿住，他想说什么，却又在下一秒像是记了什么，脸色又黑了不少。最后扔下一句他不爱吃猪肉后，提着猪肉就匆匆离开，有些莫名其妙。我摇了摇头，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晚上，陆延和很晚回来，他沐浴进了屋，也不知是否错觉，我总觉得这人身上的香味过于浓了些。在我连打了几个喷嚏后，陆延和沉着脸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倒是好了许多，只他身上穿着的衣裳单薄了许多，发丝未干，有水珠从那脸侧一路滑下，最后消失于衣领之下，一身水雾萦绕，衬得眉眼愈发屹立。我愣愣地看着今夜分外好看的陆延和，可陆延和却是心情大好的模样，微抬下巴：你来，我们正好算算这几日挣的银两。算银两时，我又没忍住多瞧了他几眼。陆延和抿了抿唇，瞪我：你老是看我做什么？
只这话里却没有多少生气恼怒在。我老实回答，快入秋了，你穿这么少会着凉的。陆言和一噎，指着我的手都在发颤，最后气得盖上被子背对着我睡觉。我没懂他怎地就生气了，想了想又说，你如今行走也无大碍了，我把隔壁那屋子收拾了出来，明儿我就搬去那边睡。自打知晓了陆言和的心思后，我就盘算着要分房，只是担忧他晚上不方便，要人照顾看着，所以这才迟了些。你还要同我分房睡？陆言和看向我时的目光不可置信又气恼，我刚想解释，却被这人怒气冲冲地打断。行，分就分，可声音又带着不易察觉的委屈。我抿了抿唇，到底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好在陆言和的怪异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将军府来人了，同来的还有那位陆言和的小青梅，据说两人两情相悦。隔壁书生同我说的时候，我原本是不信的，可陆言和在看到那位苏小姐时神情明显喜悦，这几日对我的冷脸也换上了真实之态时，我彻底说不出话来了。两人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于是我找了个借口出去，后来又觉得还不如不出去呢。村子里消息灵通，没多久人人都知道陆言和家中是京城的大官，众人议论纷纷，一众小姑娘含羞带怯，但对于我都是那句姜潮啊，你配不上陆小相公。在拒绝了不知多少个明里暗里想把自家姑娘或者外甥女送来给陆言和当妾的大娘后，我叹了口气准备回去，却撞见了陆言和苏小姐凑在一块说着什么，神情亲昵。于是我脚下拐了个弯去隔壁找书生。我不识字，得找书生写和离书，难受是肯定的，可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是这般结局，倒也不是那么难接受。就是书生在听到我要写和离书时，面色怪异，又像是在憋着笑导致的扭曲。我一心沉浸在难受中，也没顾得上理会。将和离书放在陆言和住的那间屋子后，我想了想，又去找陈叔喝酒。酒才喝到一半，那位苏小姐就神色匆匆地过来找我，语气着急：江姑娘，你快回去看看言和，他受了很严重的伤。在听到陆言和受伤时，我心上焦急，二话不说就回去。故而也不曾注意到苏小姐在说这话时眼神乱晃，明显心虚。院子里一片寂静，我慌张地朝着陆言和那屋走去，刚推开门，阿陆你，天杀的，我就知晓你前段时间老是给隔壁那书生送猪肉，定是喜新厌旧了。待我学成，那风吹了就倒的书生能有我强？原因是受伤的陆言和此时一边猛翻着一本书，又举着一个小瓷瓶往着一盘吃食里倒，语气恶狠狠，气得眼眶通红。我推开门的手僵住，又凭借着极为优越的视力看清了陆言和手中的那本书。啊，是18式画本，看起来比之前林大娘私下里偷摸塞给我的要细致了许多。但他哪来的？陆言和大概也没有想到我会突然闯了进来，一手翻着画本，一手抓着瓷瓶，浑身僵硬。你……我有些迟疑地看了看陆言和，又看了看他手边的吃食。陆言和脸瞬间涨得通红，然而在反应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夹起一块肉吃了下去。我吓了一大跳，连忙过去拦着：你在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是能乱吃的吗？陆言和反倒是一声不吭，只是抓紧机会又吃了一块。你……我又气又急，可下一秒手被抓住，皮肤接触的地方一片滚烫，是药效不强的合欢散。陆言和抿着唇，闷闷地开口。他垂着眼不敢看我，可抓着我的手却是愈发用力。本来也不是给你吃的，放心，就算毒死了也和你没关系。这话带着气，可我在听到合欢散这3个字的时候，脑子像是被猛地撞了一下，又想到先前听到的那些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你是呆子吗？见我迟迟没有反应，陆言和更气了，微微上挑的眼尾染上一抹红，烫意也愈发明显。还是说你当真看上隔壁那书生了？他生得比我好看？陆言和猛地凑近，死死地盯着我，咬着牙问：那还是没有的。我老实摇了摇头。那你写什么和离书？
莫非你是打算去找那书生当你相公？他沉着脸，语气阴恻恻的。我瞬间心虚，但转而又觉得不对，于是劝他，苏小姐亲自过来找你，你也不好辜负她。等你回京后。等我回京。陆言和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可声音却隐约在发颤。那你呢？你在哪？我明明说过，若是我能回去的话，我会带着你一起回。江潮，你是不是从未想过和我一块回京？你是不是从未信过我的话？最后一句话甚至在低吼。我沉默了，心想我跟着去干嘛呀？陆言和又不喜欢。手背上突然一阵湿润，我一愣，抬头就看到陆言和低着头，一声不吭，像是受尽了委屈。你别哭啊！我手足无措的想要上去替陆言和擦眼泪，却又有些犹豫。最后是陆言和扯着我的手贴了上去。帕子不给，你连手都不愿意给我了。江潮，你就这般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吗？入手一片滚烫，我忍不住分神担忧，你乱吃了东西，我去找宋大夫来。想来应当是药效影响了他。不去。陆言和赌气，反正你不信我也不愿意管我，即便我死了残了，又同你有何干系？这话听得我皱起眉，第一次对陆言和冷下脸。你若是要这样，那我先前费尽心思养好你的身体，也只当是无用。我不是那个意思。陆言和一怔，有些心虚的小着声音。我就是气你要同我和离。我明明都想好了，要带你回去见我爹娘和姐姐。先前成婚时就委屈了你，我还在问苏鸟京城姑娘家最喜欢的大婚是何模样的。我想着等回去，我一定要让你风风光光的进将军府，让别人都不能看低了你去。我还想。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下来，陆言和抬手抹去，可越抹越多，最后连话都说不清了。可你不信我，你不愿同我回去，你要和离，我连想了那么多都没有办法去做。我心底隐约有个大胆的猜测在逐渐跳出。我深吸气，可你说过你不喜欢我，那是很久之前的话了，我都多久不曾说过了。陆言和又气又急，你这人怎就这般小心眼？我先前不喜欢你，我后面喜欢你了，不可以吗？我要是不喜欢，我何必替你做衣裳，又收拾着家里的活？我何必费尽心思打探你的生辰？我又凭什么要去收拾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你怎能就只盯着先前那一句话？这下轮到我失了言。仔细想想，好像的确是这样的，只是周围所有人都在提醒着我配不上陆言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觉得，等陆言和好了，等将军府来人接他走了，我们便再无瓜葛了。后来我也从未问过陆言和是怎么想的。陆言和还在继续说，我先前还想着法子去引诱你，可你看也不看我，只想着送猪肉给那隔壁书生，委屈还气。引诱，想起前些日子陆言和那些堪称怪异的举止，我陷入了沉思。你这是什么眼神？陆言和咬牙跳脚，我只是刚学，还不甚熟练，你等我学好了。我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安抚，好，我等你。我还想着同苏鸟学怎么讨姑娘家欢心，结果回来就看到你的和离书。是我不对，大概真是要笑上来了。陆言和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往日里都不会说的话，我耐心听着，又时不时哄上几句，心底隐约有个地方被轻轻触碰，如蜜如糖。他抓着我的手不放，神态有些恍惚，却又极力维持着认真之态。我们陆家素来就没有纳妾之说，娶了妻就自当一心一意对待，更不会休妻和离。江潮，你要是不要我，那我就真的只能孤家寡人了。尾音带着些许哭腔，我只好又哄着他，直到陆言和黏黏糊糊地凑上来，连基本的理智都难以维持了。他蹭了蹭我，小声而又委屈，阿潮，我难受，你帮帮我好不好？我一愣，应了声好。醒来后的陆言和愣愣地看着床顶，目光空洞。我以为他是后悔了，抿了抿唇开口，左右昨晚并未。阿潮。陆言和突然扭头看我，声音有些发颤，我的腿不会再断一次的，对吧？我愣住，有些茫然。陆言和猛地抓住我的手，眼底隐隐期待。你好不容易才帮着我治好我的腿，
况且如今你我已经成婚，有了肌肤之亲，我又这般心悦阿朝，所以阿朝，你不会看着我亲自打断我的腿的，对吧？我突然想起了陆岩和先前说的话，眼底笑意漫开，可面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于是陆岩和有些懊恼地抓了抓头发，小心翼翼，那不然让宋大夫给我打断一次，反正他也能接回去的，就是疼了些。不过比起阿朝吃的苦，我定是能忍受的。他说着说着就觉着这法子可靠，下意识就要起身，可我不喜欢瘸子。陆岩和身子一僵，委屈看我，阿朝，你如今这样就挺好的。我朝着陆岩和笑，又说，更何况那本就是孩童之言，你无需计较。要计较的。陆岩和打断了我的话，他抿紧唇线，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脸颊上的伤口，小声问，阿朝，疼不疼啊？我摇了摇头，早就不疼了，更何况将军夫人救了我一命，我救陆岩和本就是理所当然之事。我记着我说过会娶一个人的，可我生了场病后就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模样了。陆岩和的笑容有些勉强，阿朝，你怪我吧，若我能早些记起来，你是不是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那和你无关，将军夫人救了我，将军又带着我习武，让我练了本事，若没有他们，我早就死在这乱世了。我想了想，笑道，阿陆，你带我回京吧，我也许久不曾见到将军和夫人了。好。陆岩和眼底的光虫又亮了起来。入冬，将军府洗刷冤屈，又上报晋王府于太平县附近私自开采矿铁，私藏甲胄，蓄养私兵。圣上大怒，直判绞刑。后来有人想起当初将军府被诬告谋反时，圣上也只是令人捉拿，严令看守。又记起那刚归京的将军府小公子便是从那太平县来时，心中隐有猜测。不过这也都是后话了。而此时的将军府正忙着筹备小公子的婚事。娘，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阿朝？你急什么？哎，你往哪去呢？听说新娘子不能吃东西，阿朝会饿。娘，我去给阿朝送些吃的。混小子，你给老娘滚回来！穿着大红喜服的新郎想溜走，却被一堆人拦下。来人笑着，小公子，你莫要坏了习俗。就是啊，小公子这么想见我家妹子的话，就再耐心等等呗。很早之前，姜潮曾在陆家军待过一段时间。他天生力气大，在习武上极有天赋，性子又好，不少人都把他当亲妹子看。这些人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的，可陆延和看着这一个两个挡在自己面前的高大身躯，气得磨牙。不就是仗着他不会武功吗？于是陆延和智能耐着性子等待，终于等到黄昏。他看着他的阿朝朝他走来，忍不住向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阿朝，陆延和下意识抓住姜潮的手，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到了最后只红着眼眶憋出一句干巴巴的话，我会对你极好的。姜潮也朝着他笑。好。姜潮要收回那声好，以及苏鸟给的那18式画本为何还有那么多隐藏版，陆延和为何都学了去，他杀猪都没这么累。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